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酱园弄悬案首映炸场，章子怡演技封神，杨幂、赵丽颖惊艳全场。章子怡素颜演绎杀夫案女主，演神戏震撼人心。杨幂颠覆形象演女球，赵丽颖挑战双重人格。全明星阵容呈现旧时代女性挣扎，口碑两极却引发热议。陈可辛执导的《酱园弄》悬案首映口碑出炉，观众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其中差评主要是针对剧情，而非演员。正如有位网友评价所说，3星给演员，剧本和导演是真的不行，全程故弄玄虚。双引号，酱园弄悬案围绕1945年上海那桩轰动一时的酱园弄杀夫案展开，以独特视角深入挖掘案件背后的人性挣扎与社会百态。众多明星的加盟更是让影片为映就鲜火。影片首映后，观众们对该片的评价两极分化，有褒有贬。一部分观众被影片中细腻的情感刻画、真实的时代还原以及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所打动，他们盛赞影片展现出了旧时代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将女性互助的力量描绘得温暖而有力，让人深刻感受到那个特殊时代的脉搏。而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影片在剧本上存在缺陷，悬疑感不足，节奏拖沓，让人看得昏昏欲睡，与预期的精彩程度相差甚远。有网友认为该片主题太散，啥都想要，啥都一般。还有网友认为，既然片名叫悬案，就应该把杀夫案先讲明白，但对于儋州市杀夫的前因后果等等讲得蜻蜓点水，却把笔墨平摊到儋州市周围的一群人身上，美其名曰时代群像，其实就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还有网友认为该片剪辑乱七八糟，人物扁平无趣。不过大家对于女主章子怡的表演倒是异口同声夸赞，认为她不愧是国际影后，适合大荧幕的女演员，演技就是厉害。还有网友说，章子怡之前在电视剧《上阳赋》中表现令观众失望，但是这次再次惊艳到大家了。这充分说明，只要遇到合适的角色，章子怡就有爆发力，且还是适合演电影。作为一部女性主题电影，章子怡的表现自然至关重要。章子怡饰演的儋州市无疑是影片的灵魂人物，她为了这个角色可谓是下足了功夫。拍摄前，她甚至特意请朋友陪自己去屠宰场看杀猪，只为了能精准地体验角色内心的情感波动。从素颜出镜时的憔悴模样，到身染血旗袍的绝望，再到枯槁面容下的麻木，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尤其是她的眼神戏，堪称一绝。从最初面对生活压迫时的绝望无助，到杀人时的癫狂决绝，再到庭审时的麻木疏离，她用眼神将一个女性在绝境中的心路历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与雷佳音的对手戏中，她蜷缩在角落的颤抖与嘶吼，和雷佳音居高临下的冷笑形成了强烈对比，让观众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除了章子怡、杨幂、赵丽颖作为大家熟悉的85花顶流明星，其角色表现也格外引人注目。杨幂此次在影片中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彻底颠覆了以往精致的85花形象，饰演沧桑落魄的女球王许梅。导演陈可辛要求全员去偶像化，杨幂这次做到了。她素颜出镜，脸上的刀疤妆和粗糙的皮肤，让人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平时光彩照人的她。她用细腻的表演将王许梅的狠劲与城府充分展现出来，特别是在18相送唱段前后的情绪反差，将一个悲剧角色演绎得让人心碎。不少观众评价说，被杨幂此番的演技惊艳到，对她刮目相看。赵丽颖饰演的先锋女作家西林同样给观众带来了惊喜。西林这个角色具有强烈的反差感，人前是优雅知性的社交名媛，身着旗袍，卷发轻扬，眉眼间尽显温婉风情。人后则是短发西装，中性风装扮，手持香烟，眼神冷冽的先锋作家，用文字为女性发声。
赵丽颖较好地诠释了这个角色的双重人格，在权贵面前的虚与委蛇，在女性同伴面前的赤诚相待，两种状态切换自如，充满了戏剧张力。有观众评价她撕碎过往荧屏形象，赋予角色震撼的悲剧力量。除了女演员们的精彩表现，雷佳音、李现、易烊千玺等男演员在片中的角色也充满了反差感。雷佳音饰演的警长薛志武，不再是以往作品中幽默风趣的正面形象，也不是那种老实人窝囊废，而是一个充满控制欲、傲慢又在案件调查中逐渐崩溃的复杂人物。有网友评论说，雷佳音这次演反派窝囊废，反而比之前的窝囊废小人物系列角色更令人惊喜，建议以后雷佳音多尝试反派。李现此次挑战的角色是赌徒张宝福，也打破了他以往帅气阳光的形象。易烊千玺更是在影片中饰演了一名算命瞎子，其形象真的差点让人认不出是他来。酱园弄悬案将于6月21日正式上映，虽然该片首映评价褒贬参半，但有不少网友认为，该片无论是从阵容、类型、题材、话题度来说，都确实适合作为暑期档打头阵的影片。相比戛纳版，国内版本分为上下两部，这次上映的是第一部。对于这一点，有些网友表示不满，认为两部会导致内容割裂，而且电影不是电视剧，谁会在隔了很久，看第一部的激情都已消退之后，再去为第二部买单啊？不过也有不少观众表示对第二部酱园弄翻案充满期待，尤其关注将在第二部亮相的角色范伟、张子枫等。酱园弄悬案首映一经亮相，便引发观众强烈反响。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女性群像悬疑片，它集合了章子怡、杨幂与赵丽颖等一线女演员，在首映礼上带来了极具分量的表演张力与现场震撼力。电影不仅展现了民国背景下错综复杂的女性命运，更借由多视角叙事结构，令悬疑推进层层递进，演员在其中的诠释也显得格外关键。章子怡此次的表现堪称封神，不夸张地说，她用眼神、节奏与身体语言，把那个沉默隐忍又暗藏秘密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她不是用力的去哭喊，而是用极简的面部微表情传递人物深沉的心理波动。当她端坐在庭审之上，双眼直视，镜头拉近的那一刻，仿佛整个影院都陷入沉寂，那种在巨大苦难中被迫压抑，在脆弱表面下隐藏着倔强的女性张力，被她用多年积累的戏剧功底牢牢抓住。章子怡的台词功底一如既往稳定，但更令人惊喜的是她在台词之外的留白空间，那些无声的戏，情绪的延伸与控制，使她的角色更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时刻牵动观众的情绪神经。令人意外的是，杨幂与赵丽颖此次在影片中的表现同样获得了媒体与观众的高度评价。杨幂突破以往的偶像剧框架，将一个怀抱复杂情感、处在社会夹缝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相当真实。她在片中并非全然柔弱，而是在压抑之中仍不失果敢，尤其在数场对视戏中，台词精准，情绪饱满，给人耳目一新的沉稳质感。赵丽颖的表现更是成为首映后的最大惊喜。虽然戏份不算最多，但她的每一场出场几乎都牢牢锁住了观众注意力。赵丽颖扮演的角色背景较为神秘，是贯穿整个案件重要线索的关键人物。她摒弃过往的甜美路线，以极具层次感的演绎方式展现了人物多面的心理矛盾。从她首次亮相时压抑又略显疲惫的神情，到后期逐渐逼近真相时的眼神坚定、步伐果敢，赵丽颖用一种克制又精准的方式，让人看到了她演技上的又一次突破。特别是在与章子怡同框的戏份中，赵丽颖并未被资历更深的前辈压制，反而与对方形成了强烈的表演张力对撞。两人通过眼神交汇、肢体语言的微妙互动，传达出角色之间难以言说的微妙关系。这种不动声色但又暗潮汹涌的表达，恰好说明赵丽颖近年来演技不断打磨的成果。
有人甚至趁他这几年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一朝发力直指内地中生代女演员第一梯队。影片整体美术与调度也相当用心，服化道精致考究，每一个场景都散发着浓厚的民国气息。导演采用了不少低饱和色调与光影的明暗变化来强化角色的心理状态，使整部电影在美学层面也达到了极高水准。而演员们在这种克制氛围下完成的表演更显真实与沉稳。观众在影院内并未听见太多爆米花笑声，更多的是安静、紧张与情绪的共鸣。本片的另一亮点在于女性叙事的深度处理。不同于许王一博国际社交圈曝光，与意大利滑水冠军互动引热议。王一博与意大利滑水世界冠军互关，优秀者的磁场吸引顶尖伙伴。从攀岩新手到挑战朝圣之的他，仅用1年便突破自我，用专注与努力在热爱的领域闪耀光芒。近日，王一博在 Ins 上新增了一位互关好友，意大利滑水运动员 Massimiliano Piferetti。这位可是意大利尾波滑水领域的世界冠军。王一博凭借自身的优秀与真实，与世界各地众多领域的顶尖人物产生共鸣，惺惺相惜。优秀的人仿佛自带磁场，总能吸引到同样优秀的人围绕在身边。王一博便是如此。王一博能取得如今的成就，背后付出的努力常人难以想象。去年参与录制探索心境1时，他还是个接触攀岩仅3天的新手。然而，就是这短短3天，他便勇敢尝试先锋攀，不仅成功开线，完成首攀，还为线路命名。仅仅过了1年，他就前往美洲那被全球攀岩者视为朝圣之地的地方，挑战更高难度的攀岩项目。这种勇于突破自我、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令人钦佩。在王一博身上，我们看到了专注、专业、专心与专一的力量。正是这份专注，让他能将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各个领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就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闯出一片天地。王一博的国际社交圈再次成为热议话题。这一次，他与意大利滑水冠军的互动被媒体捕捉，引发了粉丝与网友的广泛关注。从最初的国内舞台起步，到逐步拓展海外影响力，王一博用自己的专注与努力，走出了一条极具个性化和代表性的成长之路。他的每一次亮相，每一场合作，似乎都不仅仅是一次曝光那么简单，而是在悄然拓宽边界，扩展他作为艺人、运动员、文化交流使者的立体身份。与意大利滑水冠军的结缘并非偶然，王一博一直以来都展现出对水上运动的浓厚兴趣。无论是赛车、滑板、滑雪还是如今的滑水，他从不局限于舒适区，而是总能在新领域中找寻挑战，并投入100%的热情去钻研与实践。这种探索精神，使他逐渐从一个流量艺人的标签中挣脱出来，转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用实力说话的综合型明星。而这一次，他的身影出现在国际滑水圈，不仅象征着他运动版图的进一步扩展，也代表着他正在跨越语言与地域的壁垒，以实际行动连接更广泛的人群与文化。更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与滑水冠军之间并非简单的合影或商业互捧，从他们互动中流露出的亲切感和彼此间的尊重可以看出，这是基于运动精神与专注态度的相互吸引。这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偶像的定义，真正的偶像不是依靠包装或炒作被动被捧起的人设，而是有能力、有深度、有底气，在不同语境中自信发光的人。这种精神正是当代年轻人需要的力量。王一博的成功归根结底来自于他对每一个选择的坚持与负责。他不是天赋最显眼的人，也不是话语最多的艺人，但却用日复一日的自律与沉稳，构建起一个让人信服的形象。他的粉丝之所以愿意陪他一路走来，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真实感，
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而是一个愿意拼尽全力、不走捷径的奋斗者。这种质感是任何流量包装都无法替代的，也是娱乐圈最稀缺的一种力量。在扩展国际社交圈的同时，王一博的整体事业也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从早前参与《无名》等高口碑电影，到参与央视出品的优质电视剧《追风者》，再到在各类时尚、运动、科技品牌中的代言与参与策划，他已经逐步从一个演艺人蜕变为一个文化个体。他的名字正在成为中国新一代艺人走出国门、走进世界视野的标志。而这种跨文化沟通的能力，正是未来娱乐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我们也不得不提到，王一博并没有在高光之下变得浮躁。与众多同时代艺人相比，他少有塌房或虚红的争议话题，多的是作品、活动、赛事与公益。这样的稳，不仅来自于团队的经营，也来源于他本人的自我认知清晰。他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也清楚自己代表的不只是个人，更是千千万万年轻观众心中的榜样。正是这份责任感，让他在面对质疑、压力和高强度工作时，始终保持平衡，不被流言左右，继续稳步前行。王一博与意大利滑水冠军的互动，不过是他国际化布局中的一个小切口，却已经足以引发诸多讨论。这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他不再只是国内的王一博，而是一个逐步在国际舞台展现中国青年风采的新符号。他的身影出现在海外媒体和国际赛事现场，不仅提升了个人影响力，也在潜移默化中输出中国文化中的坚定、专注与内敛之美。对粉丝而言，这样的王一博无疑是值得骄傲的。他不是靠喧哗和话题红起来的艺人，而是用一件一件作品和一场一场努力沉淀出来的耀眼光芒。这份光不是炫目的霓虹，而是持久稳定、能够陪伴的月光。他为人低调，却不乏温度；对事业要求高，却不忽视与粉丝的情感连结。他会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骑车、拍摄、运动时的状态，也会在领奖台上坦然致谢团队与观众。这种真诚，正是他活人感极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王一博的版图还会继续扩大。不论是继续深耕影视作品，还是在运动领域突破成绩，亦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担当桥梁，他都已经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怕被误解，也不惧走慢一点，他只愿用脚步丈量每一段成长，用行动回应每一份支持。最后，送给每一位读到这里的读者一句话：追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但更是一种对生活态度的选择。若你选择了王一博，你会发现他所传达的不只是帅气和才华，而是一种专注、坚定、真实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或许不能让你立刻变得闪耀，但它可以让你在自己的轨道上走得更踏实、更有方向。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面对风浪不低头，面对梦想不停步。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